德国政府为了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，推出了一个9欧全德国任你搭的大众交通票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，就要去古都莱比锡。珍珠超好吃，超软。这家是莱比锡最有名的餐厅，来这边通常一定要来这边吃，还可以一路跟大家挥手。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高调的新娘，这边是很适合你。现在我身后这一栋呢，就是莱比锡的布商大厦。那你以为它是卖布的吗？不是，其实它是音乐厅。不过呢，最早期它在15世纪的时候是军械库，后来呢，它就被拿来当做展示布的展馆，所以才叫做布商大厦。不过在1781年的时候呢，就改建成音乐厅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栋呢，已经是第3代了，因为毕竟过2战啊，一些战乱，它其实都已经炸烂，整个莱比锡都被炸烂了。那它这一栋呢，是在1981年成立的，现在呢，它就是全世界第2老的乐团——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家了。讲老实话，我还是觉得柏林的柏林爱乐厅气派一点。可是这一个广场历史意义很重大。其实我之前在考移民考试的时候呢，就有考题，就有教到这个。柏林围墙之所以会倒塌呢，其实是从莱比锡开始抗议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布商大厦的音乐总监叫 Kurt Masur， 我看到照过相，还有他签名哦。他就来这边支持学生，因为他那时候在德国文化、政治地位都很高，所以这更是一呼百应。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蛮有历史的。有东西的合并就是这样子开始，民主的开端就是从这里开始。对，民主圣地啊。柏林围墙倒塌的开端是1989年9月4日的莱比锡民众参与了 Christian Führer 牧师在圣尼古拉教堂举行的为和平祈祷会，挤满了整个布商大厦前的奥古斯特广场。他们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自由出国权和民主选举权。其他东德城市的人民开始得知此事后，也开始效法莱比锡的示威活动。在每个周一傍晚，各地东德城市的人民走上公众的广场聚会。1989年，在10月9日东德建政40周年时，在当时全市人口只有50万人的莱比锡，参加圣尼古拉教堂示威行动的群众已从当初的几百人增至7万人。他们最知名的口号是“我们是人民 Wir sind das Volk”。1989年10月16日，有12万人在莱比锡参加示威行动。1个星期后，出席人数更高达32万。也因为各地支持民主的东德人民越来越多，导致柏林围墙于同年11月9日倒塌。东德人民也终于换来他们一直渴望的民主自由。那现在呢，在我身后这栋建筑呢，就是莱比锡大学。有没有看到超美的一个大学盖这样美轮美奂？而且 Samuel 刚刚跟我说这是新的，这是新的吗？有没有看到那位先生在喝水，在那边喝水？莱比锡版尿尿小童还蛮方便的哎，你看它这样就一直有水，而且是可以喝的哦，饮用水。好了，装满了，很方便。他刚这样喝，这样是要怎样喝啊？你看那边有一团老人团，他有人在讲行程，我不知道今天跟着他们，我们就可以什么都知道了。其实这招我也用过，真的吗？上次在日贝克的时候啊，不是有人在讲解吗？然后我们就一直从头到尾跟着他，就刚好就跟在他旁边，从头听到尾，没付钱。那我们现在在 Markt 的捷运站，要准备坐车去喝啤酒喽。我觉得这好凉哦，有一个天然的冷气耶，不像柏林里面的 S 棒或5棒，只会在里面死掉，闷热。然后我们的车也跟着走，对，我们车也跟着开走了。没关系啦，我刚刚看它有3班 S 棒都会到，应该就是很迅速的会有吧。超鸟的声带，哇，这个哇，应该就是这个餐厅吧，跟我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差不多。
不过它看起来像废墟哎，会不会是倒了啊？而且很安静，完全没有听到声音。对啊，照理说今天礼拜天应该会有人喝酒的声音啊，我看蛮安静的。悲剧发生，真的没开，难怪我想说怎么那么安静。那今天礼拜天怎么会没开？所以你没有定位，还是你就定在你的心里？这样绕进去是不是？从那边绕过去，这边关起来。还杠在那边，吓死人哦！哦，还好是有开，有没有听到人声？有，整个都火起来。原来它的安杠也是一个世外桃源来，其实里面超美的。又是一间完美餐厅，啤酒机。很酷哎！这是卖本人吗？真的是卖耶，一袋一袋的卖。他真的是会用这个，还是只是装饰而已？装饰。而且它真的很酷哎！酿酒机，不知道它启动的时候会怎么样。不知道，因为它以前真的是酒厂，这是一个很值得来打卡炫耀的地啊、方，对不对？逛完古城又喝啤酒，多德国的行程，我还想拿把刀子把那个沙袋割开，看里面是不是麦。变态，就里面是小石头。对，里面小石头。不知道住在这边会不会有艳遇？这是阿伯吗？这边都是阿伯。阿北也不错啦。就是不想努力的。对啊，他约出好累啊，阿北。叔叔，我不想努力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莱比锡现在最有名的香菜啤酒。我没听过哎，香菜可以酿啤酒。这个啤酒叫做 Gose， 那它很特别哦，它是用乳酸菌去发酵的，而且还加了香菜。啊？第一次听到啤酒加香菜。那你可以口看看什么味道。很多台湾人都不敢吃香菜，我觉得也可以来挑战看看。好喝吗？很特别的味道。你本来还要点大杯的。很惊艳的味道，因为它是咸的啊，很咸的啤酒，很特别的味道。它没有像我们一般喝啤酒那个啤酒花味道，可是你真的有喝得出来乳酸菌的味道，就是酸酸咸咸的啊，然后再配香菜，以为是东南亚料理是不是啊？但对我而言，这个啤酒很好顺口，因为我觉得它有乳酸菌的关系，所以你喝起来不像在喝啤酒，像在喝汽水。那你如果在超市看到，你会买吗？当然不会啊，可是你都来玩了，最尝鲜。对啊，你当然是要尝鲜一下。来莱比锡，没有喝过这个 Gose 啤酒，怎么算有来过莱比锡？它这个啤酒呢是1332年就已经开始酿造了。那有一条河叫做 Gose， 那它是用那边的水去酿造这边的啤酒，所以这个酒呢就叫做 Gose。然后呢，这个酒就一直流传到现在。不过它一度就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在2战时期的时候缺粮的关系，那很多酒厂是由政府接管的，所以谷物都拿去做粮食了，就没有办法酿酒，那造成当时这个 Gose 啤酒在莱比锡就消失了。不过感谢一位叫做 Thomas Schneider 的人呢，就是把这个酒发扬光大，也就是在我们今天待的这个餐厅里面酿造这个啤酒。你也可以看到它其实里面就有酿造啤酒的机器哦，真的非常非常的酷。所以真的是从这边酿的，真的是从这边酿的。如果你在古城区逛一逛，逛累了，其实坐个 S 棒10分钟来这边喝个啤酒清凉一下也很好。那夏天其实刚才那个 waiter 非常推荐我们坐外面，对，我们跟 waiter 这边撸了很久，waiter 就跟我们说，今天这么晚为什么不坐外面，为什么要坐里面？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是亚洲人，亚洲人最怕什么？晒黑。他本来一直推荐我们坐外面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就不想晒太阳。这边原本是一个富丽堂皇的火车站，因为2战的关系，整个都被炸烂了，只剩下这个门。然后柏林它其实有一个火车站，也是剩下一个门，怎么到处都剩下一个门？他门就不拆。对啊，可是真的很漂亮哎。
你可以想象，就是那个时候还没被炸毁的话，然后类似这个门的建筑是整个的吗？它那个餐厅呢就在这后面，那餐厅的名字就是这个车站的名字，没错，叫巴伐利亚车站。所以他是之前就在这边做这个酒厂。哦，就是他利用废车站在做啤酒。对呀、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德勒斯登睡觉了。对，终于从莱比锡这样晃啊晃啊晃啊晃到德勒斯登了，晃了1个小时又40分钟，大爆满，对，这是大爆满。人非常多，而且很像在菜市场，这边也是声音，那边也是声音，然后都没座位，真的超累的。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找任何的餐厅，看到第一间麦当劳，立刻说吃完再回去睡觉。我今天5点半就起床，早上现在已经晚上8点半了。没错。可是欧洲有个好处，你看，晚上8点多快9点，天还是亮的像什么一样。所以就会觉得一整天很长啊。对，到10点天才黑。我第一次来欧洲的时候也是啊，10点天才黑，超爽的。是这一间吗？对对对，它看起来蛮高级的，还是弯进去里面？不是这间呐，它在教堂旁边，发疯我盯得好，然后我还像一个乡下人一样，他就东西，抱着廉价超市。对啊，多丢脸啊！他是确定，然后像一个乡下人放着。礼拜天嘛，确定这一间？我觉得应该是这一间吧。不要让我空欢喜一场。不然进去翻到，你问他说这个 hotel 在哪？而且它还那个同志友善。哦，好，你可以进去啊，你在外面干嘛？你确定是这一家？对了，你确定？对了，好，去 check in 柜台。329，对，跟我的生日差1天。329，赶紧找，左边，该不会有什么惊喜？没有什么惊喜，打开可能会有玫瑰花，还是什么？没有。我想要赶快开门，我想看里面长什么样。它为什么是2个床？为什么是2个？我是订1个双人床2个床，你要分开睡，还是你要跟我讲？对。我们现在要去6楼，刚刚的小插曲。620。哎呦。依照台湾人住饭店的习俗呢，我们到饭店之后要先做什么？敲敲门。没错。打扰喽。那如果真的有人来开门呢？那我就立刻换房间。哼。哇！哇，这个灯也太炫了。这应该是消毒灯吧，紫色的。好香哦，饭店的味道。而且你看，拉不开，你不要把它拉下来。然后拉不开。还有窗 view 耶，虽然说不怎么好看，但是至少也是窗台嘛。对了，有月亮。好累哦。